2026年3月11日，中东帕尔钦基地，当3枚导弹从万米高空砸向这座号称地下堡垒的核设施时，全世界都在等待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。然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当硝烟散去，间谍卫星拍到的画面让所有情报机构都愣住了。基地没有倒塌，山体完好无损，表面仅仅留下了3个极其诡异、深不见底的黑洞。很多不了解军事的人在网上大肆嘲笑，说美军这次轰炸彻底失败了，3枚导弹全部哑火。但稍微懂点行的军事专家看到这3个黑洞时，冷汗都已经下来了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哑火，而是一场不留全尸的饱和式处决。就在这3个黑洞的正下方60米，伊朗最机密的地下实验室已经不复存在，一切物质都被瞬间气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，让所有地下掩体闻风丧胆的地堡克星 GBO57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这种能把身体内部掏空的黑科技，它的前身居然是美军工程师在垃圾堆里拼破烂拼出来的。这中间到底发生过怎样离谱的故事呢？今天火力军带你揭晓这款最强钻地弹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我们把时间往回拨，看看美军历史上破防的一个瞬间。很多人觉得美军打仗从来都是降维打击，只要想炸哪里就没留下的活口。但在1991年海湾战争初期，强入美军居然被几堵水泥墙给气得想回家种大豆。当时萨达姆为了防备空袭，在地下修了大量的指挥部。这些地堡可不是随便找几个泥瓦匠垒出来的，他们全是由德国、法国的一流承包商完全按照防御核战争的标准修建的。混凝土层厚到让你怀疑人生，外面还包裹着厚厚的花岗岩。美军当时最得意的武器是 GBU-24 制导炸弹，在平地上能把一栋大楼炸成渣。但在这次他碰上了难啃的硬骨头。当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炸弹砸在萨达姆的地堡上时，发出的不是爆炸声，而是一种极其清脆的金属撞击石头的声音。由于这些掩体表面做了特殊的弧度加固，美军的炸弹砸上去居然发生了跳弹。飞行员在天上憋了半天大招，锁定目标，扔下这堆铁疙瘩，结果这颗炸弹像个皮球一样在掩体表面弹了一下，然后顺着斜坡滚到旁边的沙地里哑火了。地堡里的军官们甚至能一边喝着红茶，一边感受头顶上传来的轻微震动，仿佛在嘲笑美军不过如此。这一跳直接把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跳破防了。当时摆在美军面前的路非常窄，常规武器砸不动，核武器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眼看着战争节奏就要被这几块水泥疙瘩给拖死，这可不是美军能接受的。就在这种气急败坏的氛围中，美军的工程师们展现出了一种极其粗犷的创造力。既然现成的炸弹太轻，外壳太薄，那就别搞那些花哨的航空铝材了。空军实验室里的人直接冲进了废武器堆，他们盯上了报废的榴弹炮炮管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那种能发射203毫米炮弹的 M10 榴弹炮炮管。炮管是什么？那是为了承受剧烈撞击和超高膛压而生的，那是特种钢材里的硬骨头。工程师们把这些炮管锯开，磨平膛线，外面套上制导翅膀，中间灌满高能炸药，前端再加上一个像钻头一样的超硬合金弹头。这就是地堡克星的鼻祖 GBU-28。 它的逻辑非常流氓，既然子弹射不穿你的防弹衣，那我就直接拿一根铁棍捅穿你。这种在垃圾场里传出来的炸弹，在试爆中一炮而红，直接穿透了30多米的土层，然后像刺穿一张纸一样捅破了6米厚的加固混凝土。而后续的打击也成为了人类钻地弹首次实战，而且战果显赫。美军在初次的行动确实是失败的，但这恰恰是美军强大的地方。面对失败可以迅速调整，迅速寻找解决方案。从失败到成功只用了3周，从 GBU 研发立项到实战仅用了14天。GBU-28 无疑是成功的，但随着时代的脚步往前，新问题仍然出现了。这种靠土办法改出来的武器虽然硬度够了，但由于它是炮管改的，外形和重量都受到了极大限制。在面对那种深埋地下几十米，甚至直接挖空一整座山的超级基地时，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如果你想打穿60米甚至100米深的岩石，你需要的是一种完全违背航空常识的怪物。美军很快发现，想要彻底解决那些躲在山洞里的对手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颗大炸弹，而是一场关乎重力与动能考验。就在这种对深度的极致焦虑中，美军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速度不够，重量来凑，我们就造一根2层楼高的铁棒。于是这个怪物诞生了 GBU-57， 而它的重量是14吨。但该怎么给这个怪物投到战场上呢？当你第一眼看到 GBU-57 的时候，你可能根本不会觉得它是颗炸弹。它的身长足足有6米，差不多是2层楼的高度，重14吨，
也就是200个成年人的总重量，或者是辆装满货物的重型卡车。在空军的历史上，从来没有哪个疯子想过要把这么沉的一个铁疙瘩塞进飞机的肚子里。问题就出在这个重字上。你可能会想，美军有那么多运输机 ，C5 银河连坦克都能拉，运这颗炸弹不是轻轻松松吗？这就是美军最头疼的地方，这种炸弹不是用来运的，用来投的。由于它长得太离谱，普通的战斗机根本带不动，挂在机翼下面还没起飞，飞机翅膀可能就先折了。如果你用巨大的运输机去投，那跟自杀没区别。这种慢吞吞的空中活靶子还没飞到对手阵地上空，估计就被防空导弹点名了。所以为了能让这根大铁棒出其不意，出现在对手头顶，美军不得不对最优雅的公主、最难缠的刺客、流动的黄金 B2 隐身轰炸机下了一回狠手。B2 这种飞机原本是用来搞微操的，它全身上下都是娇贵的碳纤维和隐身涂料，每一寸设计都是为了躲避雷达。但为了塞进2枚 GBU-57，美军不得不给 B2 做了个开膛破肚的大手术。工程师们发现，原本的弹舱根本装不进去这个大家伙，只要一挂上去 ，B2 的重心就会发生严重的偏移，甚至连飞行操作系统都要重新写。于是他们强行加固了 B2 的弹舱挂架，修改了内舱结构。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是你为了让一名优雅的芭蕾舞演员去搬运2台大冰箱，不得不给他穿上一身钢筋做的背心。这种做法其实挺招人嫌的。飞行员在开这种载重状态下的 B2 时，甚至能感觉到飞机的颤抖。它的转弯不再灵敏，爬升变得迟钝，原本那种丝滑的飞行质感荡然无存。可以说，为了这枚炸弹 ，B2 牺牲了它所有的体面和优雅。这种牺牲值不值得呢？美军会告诉你，值，太值了。B2 简直像是为 GBU-57 量身定做的一样。这种组合诞生了现代战争史上最神奇的化学反应。B2 美军王牌，具备极强的隐身性能。对于 B2 来说，全世界还没有它不能去的地方。GBU-57 14吨的重力，哪怕是奥特曼都扛不住。它根本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推进器，它最大的动力来源就是地球。当 B2 在万米高空打开弹舱，释放出这14吨重的怪物时，剩下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了牛顿。这根铁棒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会不断吸收重力加速度，等到它接近地面时，它的动能已经大到了一个人类无法想象的地步。它不需要什么超音速发动机，重力本身就是它的助推器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么一个没动力、靠重力落下的铁棒，真的能打准吗？它做不到欧文那样灵活，但也绝不像奥尼尔那样失误罚不中。它尾部装有精密的 GPS 系统和4个隔山隔翅膀，能在下落过程中不断微调方向。它就像是一个从外太空砸下来的实心陨石，而且还是长了眼睛会自己找门的陨石。这种顶级隐身技术与原始重力的组合，让 GBU-57 变成了一个无法被阻挡的雷霆。对手的雷达看不见 B2， 对手的防空导弹拦不住这根实心铁棒。那种最纯粹的压迫感，不是什么高科技空袭能比的，那是刻在人类 DNA 里的恐惧。那它的实战如何呢？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花朵呢？先看一张照片，2026年3月11日，卫星拍到帕尔钦基地，在那个长方形的掩体顶上，整整齐齐3个黑洞排成一条线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为什么是3枚？ GBU-57 这种炸弹重14吨，一枚砸下去本来就已经很夸张了，那为什么还要打3枚？答案很简单，一枚是轰炸，3枚是清除。你认为地下的防空基地是什么样的呢？有些人觉得地下基地就是一个大山洞，其实完全不是。如果各位观众看过《生化危机》，大概还记得在第1部里，爱丽丝取得蜂巢基地。虽然说伊朗没有任何能力造一个蜂巢，但地下防空基地大致就是这样的缩小版。像帕尔钦这种级别的设施，里面是分层结构，一层一层隔间，一条一条走廊，每个区域之间还有厚重的防爆门。如果你只炸一个点，很可能只炸它一条通道，山体会吸收大量爆炸能量。最坏的情况是地表炸得热闹，地下离心机还在转。所以美军在帕尔钦干的事情其实只有一句话：毁灭，不留余地的毁灭。那3个弹坑其实作用并不一样。第1枚高速撞击，穿透顶部混凝土和山体，削弱整体防御。第2枚损毁主要设施，打击指挥系统。到这里，如果真有人那么侥幸，那么第3枚来了。美军保留了他的善良，确保伊朗不会把医疗资源浪费在这里。火力军给美军的这种方式取了个名字：饱和式精确打击。听起来是挺矛盾的，但这就是美军在帕尔钦的真实写照。饱和到骨灰都不会给伊朗留下一点，精确到导弹留下的孔洞像是打印出来的。这套3位一体的打法，说实话，灭霸来了也绝不会有机会打下响指。他几乎不给防御方任何侥幸概率。而真正让很多人困扰的，其实是他3个排列整齐的深坑。按理说14吨的炸弹砸下去，怎么也该掀开半座山。
可卫星照片里为什么只看到3个看起来不大的洞？现场甚至显得有点安静。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炸弹这玩意儿威力越大，说明火药越多，炸出来的坑就该越大。那按照这个逻辑，GBU-57这种重达14吨的超级怪物，一旦砸在帕尔钦基地这种山头上，怎么着也得把山头削掉一半，留下一片焦黑的巨型废墟吧？真相其实比大爆炸要恐怖得多。这就是 GBU-57的定向内爆。普通炸弹是地表烟花，能量是往天上撒的，所以动静大。但 GBU-57它把所有的能量都宣泄在了地底下。当这枚铁棒钻进60米甚至100米深的岩层核心后，它内部的延迟引信才会苏醒。这个时候，火药在那个密闭狭窄的地下空间里瞬间引爆。由于四周全是厚实的岩石，爆炸产生的压力根本找不到出路。这股巨大的能量会形成一种高频震荡波，直接把地底下的混凝土支柱震成齑粉，甚至能让周边的岩石发生局部液化。在这个地下空间的爆炸，威力堪比黑洞。而那层平静的岩石下面，整座地堡可能已经碎成了分子。在此之前，全球的地缘博弈里存在着一个潜规则，叫你炸我挖。大家觉得这就像是游戏里的叠户架，你炸10米，我就挖到20米；你把炸弹加强到30米，那我就直接把指挥部修到山心。很多国家产生了一种迷信，觉得只要石头够硬，挖得够深，就能保住自己的底牌，让美军干着急。但美军通过 GBU-57告诉全世界，不过是让 B2飞得高一些罢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建造出了一座能够抵抗 GBU-57的堡垒，但是抱歉，加强版它来了。尽管 GBU-57威力巨大，尽管 GBU-57实战无敌，但这还不够。美军是一群完美主义的暴力狂，在他们的眼里，这枚14吨的大家伙已经快要被丢垃圾桶里。美军已经在测试他的接班人了，代号叫 NGP， 也就是下一代穿透者。在2025年9月与波音签订了原型合同，年底完成了相关关键测试。如果说 GBU-57是一柄靠着体重强行砸门的重锤，那这个 NGP 就是一把加了黑科技引长矛。很多人可能会纳闷，既然14吨的大铁棒都能钻100米了，那还要下一代干嘛？难道真要把地球钻通，去对面接个外卖吗？其实 GBU-57这种人工陨石很重很猛，但重量是一把双刃剑。14吨的体重只有 B2 这种贵族轰炸机才能带得动它，而且 B2 每次出门累死累活，要知道这可是美军的小公主啊，这种脏活累活还是让她少干一些吧。而且 B2 的妹妹 B21 马上就要服役，总不能 B2 有大铁棍防身， B21 还用别人剩下的断刀残剑吧。于是美军方就在想，能不能造一种威力不输 GBU-57，但身材苗条一点，能够用在 B21 或者其他型号上面使用的。这就是 NGP 诞生的变态逻辑。美军在 NGP 上很有可能使用了一种叫反应性金属的黑科技，请注意，这个是推测，不涉及内部人士泄密。这种材料在撞击的一瞬间，不仅不会像普通钢头那样因为太硬而崩断，反而会像往滚烫的火锅里丢了一块冰一样，在弹头和岩石之间产生一种极其恐怖的高温高压层。说的直白一点，这就好比是在钻头的前面装了一个喷火器。原本 GBU-57是靠着一股蛮力把石头强行挤开，而 NGP 则是靠急速加上高温，像热刀切黄油一样把岩石给划开。根据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， NGP 的重量可能只有老前辈的1/3，但它的穿透深度居然能达到甚至超越14吨的 GBU-57。各位想想看，如果未来的 B-21 隐身轰炸机起飞，那肚子里不再是只能装2枚沉甸甸的重型卡车，而是能装进6枚最新研发的 NGP，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？以前美军要拆掉一个帕尔钦基地，得屏住呼吸投下3枚 GBU-57，但在 NGP 时代，美军完全可以玩弹药大甩卖。你挖了10个出口，我有12枚钻地弹，你分了4个核心区， B-21 单次起飞就能携带6枚炸弹。帕尔钦的那3声闷响，虽然让现有的地堡技术直接破产了，但总有人会不信邪，觉得挖到200米、300米就安全了。所以 NGP 的存在就是为了告诉那些深度爱好者，别挖了，再挖就挖到岩浆了。帕尔钦的这次实战可能是救亡 GBU-57的谢幕演出，他用14吨的重力完成了历史任务，证明了地下再也没有绝对的避风港，而接下来 NGP 将会接管。物理学界一直有一个有趣的段子，人类的一切科技都只不过是在烧开水和丢石头。这句话放在 GBU-57上简直再适合不过了。它告诉全世界一个极其朴素的真谛，当你的敌人讲道理，对方却觉得你好欺负的时候，找块石头丢过去还敢还击，找块更重的丢过去，一直丢到他闭嘴，然后按你说的做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觉得这会是 GBU-57的谢幕 NGP 的预告吗？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